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慢星语。这期主要讲的是如何使用博客挣碎银几两，以及如何在你的 VPS 上部署 BBR。BBR 是用来加速的。博客进 AdSense 这个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它就像《山海经》里的入收，入收是《山海经》里正儿八经的西方精神啊。西方入收，左耳有舌，成两龙，虎爪人面，精神，长秋收和行杀。那秋天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收获啊。无论怎么说吧，人都是为了碎银几两。我这里的这个例子用的是 Google 的 Blogger。Google 的 Blogger 它本身就是谷歌的亲儿子吧。给你的 VPS 加上 BBR， 就像《山海经》里的央兹西极神女啊，专管日月星辰上下班的，是掌管天路运行的交通大神啊。你的 VPS 没开 BBR， 就像晚高峰的二环一样卡成 PPT， 把 BBR 一开就等于请安兹来施法，不是安兹是央兹。他把日月通路直接改成光纤高速通路。视频推流机制创作不易，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因为博客加 AdSense 没有过，所以要看一下怎么解决。他给你的提示其实非常少，只有这一个链接。这一个链接其实是一个大纲类的东西啊，你只能根据他所说的这个大纲自己检查，然后自己修改。修改好以后提交申请就很容易了，勾一下这个，点一下 Resubmit。我们来看一下我认为的一些要点。首先根据他官网的解释，博客的文章至少要有30篇，要具有独立性。如果是科技类的，最好是要能够实操。那基本上我这个是符合的，具体步骤都是有的。比如说这样的一篇本地配置的云端的 AI， 这下面每一个步骤都是有的，包括代码也列出来了，所需要的链接也都在这儿，评论也是正常可以工作的。这一条我自己认为是满足。接下来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导航栏，我这个侧边的导航栏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可能有一个空链接的问题。这个东西本来想的就是像感谢一样的东西，但可能它被认为是空链接，所以这个东西要去掉。要去掉也很容易，到博客后台里面选择 Layout， 也就是布局啊，在这里找到空链接，也就是这个赞助这个东西，点一下小铅笔让它不可见，或者直接删掉，点 OK， 这样空链接就没。回到博客页面刷新一下，这样空链接就没。另外需要一些必要的页面，如果没有这些页面，谷歌会认为你的网站不完整。像这个关于页面，这个关于页面主要就是要说一下这个博客是做啥，能给用户提供什么价值。然后是这个联系页面，联系页面它最主要的就是要提供一个真实的邮箱。这个真实的邮箱主要是用来向谷歌证明这个网站有一个真实的运营者啊，这个我需要改。像这些邮箱当时都是随便写的，剩下要去掉，然后给一个真实邮箱。要改也很容易，到 Pages 里面去，点一下联络，点一下小铅笔按钮，换成 HTML。像没用的这种邮箱就不需要了，这些都直接删掉，然后把这个邮箱替换成真实的邮箱，然后它外面的值也要替换掉。点一下 Update， 返回，刷新一下页面，查看一下，这样邮箱就改好。关于隐私页面，它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明确告知客户你的网站会使用 cookie 啊，而且会通过 Google AdSense 来展示第三方的广告。另外根据它官网的这个文档的讲法，最好还要增加一个 Terms of Service 的页面啊，这个页面主要是用来讲你博客内容的适用性以及免责条款，这个要去加一下。要添加也很简单，到博客的后台点一下 Pages， 点一下 New Page，在修改按钮底下直接选 HTML View， 然后把代码粘进来，然后点 Publish， 点 Confirm， 这样这个页面就好。然后直接点一下这个小眼睛的按钮，复制一下该页面的链接，然后到 Layout
向下拉，在导航这里点一下小铅笔按钮，在 Page List 下面点一下 Add New Item， 把链接粘进去，给一个名字，点保存，再次点击保存，然后回到首页刷新一下，这样服务条款的页面就有了。点一下看一下，它是确实在的。刚才做了一个页面，那至少你会需要这么几个页面，一个就是首页，这个是基本要求，然后是隐私页也是强制要求的，还有就是关于这个页面主要是介绍这个博客是做什么的，然后是联系里至少要有一个真实的邮箱，然后就是服务条款了。服务条款主要就是说一下这些博客文章怎么用，然后加下免责声明。如果没有这些呢 ，AdSense 就会判定为网站不完整。另外，在隐私、关于联系、服务条款这些页面里面，不要有强烈的闪烁类的动画，会被判定为对眼睛有伤害啊。另外呢，如果你的博客和你的 YouTube 是有联系的，那运行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两个东西建立强连接。方法有二，第一个方法非常的简单，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博客和你的 YouTube 使用相同的名字，问题就解决了。什么叫做相同的名字呢？比如说我的博客叫做科技纪年 Take Crop Chronicles， YouTube 叫做科技慢星云，点一下 Customization， ID 是 Age Tech Nebulae， 那你就是可以直接把你的博客的名字改成 YouTube 的名字。怎么改呢？回到博客的后台，在 Settings 里面点一下这个 Title， 把这个改成你 YouTube 的名字，比如说改成科技慢星云 Age Tech Nebulae。 那如果你想保证你的博客有独立的名字，也一样可以建立强链接。那方法稍微多几个步骤，主要就是要在隐私页面、关于页面、联系页面以及服务条款页面，在它的底部要加上你博客的链接以及你 YouTube 频道的链接。底部的这些东西是要在这4个页面里每个页面都要的。另外，博客和 YouTube 要建立强链接，你还需要在你的 YouTube 频道 Customization 底下，在描述底下把你的博客名字和博客的网址粘进来，同时要把你的博客名字和博客的网址添加为一个 links， 这样你的 YouTube 和你的博客即便不同名，也已经实质上建立了强链接。另外，如果要过审的话，在隐私政策的页面里面要明确说明有使用 AdSense， 也要明确说明有使用 Cookie， 这样保证了用户有完全的权利拒绝看广告，这个是硬性要求的。另外还要注意一下，就比如说你的文章里面有大量的代码，你要尽量把代码和命令集中在一起，一次性的写出来啊，尽量不要写一段文字出一段代码，写一段文字出一段代码，这样会被判定于使用多种文字创造无效内容啊。然后到博客后台里面点一下 Layout， 在这里找到 Ads， 它这里会有2个默认的广告位，你随便先开一个，然后把这个按钮打开，这样就会显示这个小组件。它这个方式就选择这个自适应，也就是它的默认方式就好了，然后点 Save。当然，如果你的博客还没有过审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开广告位的，所以点 Save 是没用的。你要等你的博客过了 AdSense 的审查，然后再打开广告位。另外就是要在 Setting 里面看一下，做一些必要的设置，就比如说 Title 是一定需要的，描述也是需要的。点一下就会打开这个弹窗，然后给一段描述，点一下保存就可以了。语言是一定要选的，如果你有自定义的域名，也可以在这里输入你自定义的域名啊。但是默认情况下使用 Blogger 自己的域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HTTPS 要打开，再向下拉，在评论这里你可以设置一下谁可以评论，它这里有3个选项，最严格的是只允许会员评论，第2严格的是有 Google 账号才能评论，那默认情况下选的就是谁都能评论，关掉。接下来就是要给一个错误页面，就比如说有的页面没有找到，你就要给一个404的页面，
这个页面也很简单，你点一下这个，然后直接把 HTML 的代码整段粘贴进来就可以了，点 Cancel， 然后看一下 Crawlers and Indexing， 这个和这个要打开。打开这2个选项主要的目的就是方便搜索引擎查找你的文章啊。然后就是看一下这个 Monetization， 需要把 Customer Ads 打开，然后填这么一串东西。首先要用的就是 google.com， 然后是你的 Publish ID， 然后我们这个是直接使用，最后这个是 Google 的一个 ID， 这个 ID 是全球固定的。输完以后点保存就可以了。那这些都改好以后，回到 Google AdSense 勾一下，我已经认为我改好了，然后点一下 Resubmit， 之后就是继续等。现在看一下 BBR 的加速。之前在这个视频已经讲过如何使用3x UI 了，它的效果也挺不错的。快速的测个速，这个速度就算是相当不错了。但是实际上它还可以更快，主要用的呢就是 BBR 的加速方式。那什么是 BBR 呢？ BBR 是一种 Google 开发的 TCP 拥塞控制算法。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和传统的 TCP 算法有什么不一样呢？讲白了，传统的 TCP 算法实际上是靠丢包来判断是否拥塞的，一旦丢包就降速，这样就非常的被动。BBR 它不是靠丢包，而是主动侦测网络的真实容量，或者是最小延迟，然后以接近物理极限的速度发送数据，进而把网络这个管道喂饱，但是不溢出，吞吐量高。尤其是在长距离的传输上，这个长距离可以长到什么程度呢？可以长到5湖4海啊！速度的提升是显著的，有的时候甚至能提高数倍或者数十倍啊！当然，这个是实验室的理论值啊，它不会像传统算法那样在缓冲期里堆积大量的数据啊，这个是它降低延迟的一个主要手段，而且抗丢包的性能也很不错。对于单向下行实际上是很明显的，也就是文件下载速度会提升啊，这就是 BBR 的概念和好处了。怎么样，看我的视频长知识吧。上一次是已经做好了一个 EC2 了，但是上一次的 EC2 呢是使用默认方法做的，这一次给它加一下，加上 BBR。首先用命令加密钥加 IP 值连上你的服务器，用速度 -i转换成 root 权限，清一下桌面。上次其实我们已经安装好面板了，这一次用 install 命令重新安装一下，主要就是要把 BBR 给加上。出现错误，说是面板已经安装，不可以再次安装。这样的话，我们就试验一下这个 update 的命令。他问要不要继续，输入 Y 按回车，同意继续。稍等一下，更新好了，再次出现了面板命令的信息。现在用一下 settings 命令，这里就出来了。它这里有很多的选项，其中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 BBR 加速序号26，在这里输入26，按回车。Enable BBR 是1，输入1，按回车。BBR 被启动成功了。第二次可以直接选0啊，我是手太快又按了一次1啊。按回车返回主菜单，我们就按个回车吧，这个就又回到主菜单页面了。如果不需要怎么改变的话，就按0退出，输入0按回车，这样就回到了 root 权限的根目录底下。清一下页面，依旧用你之前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你的3xUI 的界面，版本号应该变成最新的了，目前是 3.4.2。 点一下 Inbounce， 在 Inbounce 底下可以看到路障规则依旧存在，在测速软件里选中链接，它的端口应该是要和英镑的端口一模一样啊。选中以后测速一下，确实是有一定程度的速度的提升啊。这期先讲了博客如何放到 AdSense 里的一些要点，然后说了一下使用 VPS 结合 BBR 做加速，结果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